我花50亿买下一艘航空母舰，所有人都认为我疯了。殊不知7天后丧尸病毒爆发，这艘海上钢铁巨兽将是人类最后的诺亚方舟。我叫郝建，上一世我意外继承了远房亲戚的数百亿遗产，还没来得及挥霍，丧尸病毒席卷全球，我所在的城市也被丧尸占领。我躲在豪宅里，被从下水道钻出的变异鼠群团团围住并撕咬，一道金光闪过，我竟重生回到了丧尸爆发的7天前。上一世的惨痛教训告诉我，陆地不再安全，无论多坚固的堡垒，面对数以亿计的尸潮和变异生物，最终都会被推平。唯一的生路在海上。重生后，我清晰记得前段时间有个新闻报道，一艘名叫“董王号”的退役航母在公海拍卖，因为售价高达50亿，所以一直无人问津。我立刻联系中介，喂，我出50亿买下那艘在拍卖的航母。对方见我资金实力雄厚，很快就敲定了交易。当天我就拿到了航母所有权，带着警犬大黄连夜登上了这艘海上巨无霸。这艘航母长500多米，宽100多米，犹如一座漂浮在海上的钢铁堡垒。它的甲板使用的是特种钢材，别说丧尸的牙齿，就是普通导弹也轰不开。但我知道，光有船体还不够，我要将这艘航母武装到牙齿，迎接末世的到来。我以筹拍战虎电影为由买下航母，只因5天后丧尸病毒席卷全球。重生后，我加快航母的改造工程，确保活好这一世。甲板上数百个大型机械臂在作业，末端的起重爪精准钳住数十吨重的装甲板，炮塔基座，上千名工人在配合。安排好基建改造，我又租用了数十艘大型货轮进行物资的囤积。首先是能源，虽然航母是核动力，但舰载机和发电机需要燃油。我直接买空了当地10个大型储油罐，5000吨航空煤油，5000吨柴油，这些足够支撑50年日常巡航和低频次战斗。后续还能通过海上废弃油轮补充。接着是食物，我不想像上一世那样啃发霉的面包，我订购了200个集装箱的压缩饼干和罐头，但这只是底线。我又买入了10吨和牛，5吨波士顿龙虾，3吨顶级鱼子酱，以及数不清的新鲜果蔬。为了确保持鲜，航母加装了低温冷冻仓，新鲜肉类、果蔬经真空包装后冷冻储存。为了确保持续发展，我把航母的下层机库改造成了无土栽培种植园和牲畜养殖场，甚至还搞了一个海水淡化循环系统，每小时能产出10吨纯净水。最后是武器和安防，借助军工公司的渠道，我搞到了一批军火，1000支自动步枪，100万发子弹，还有200架重型无人机。我甚至在舰岛顶端安装了一套由公司自主研发的 AI 控制金属风暴防御系统，任何敢于靠近的飞行生物都会被打成筛子。除此之外，我还构建了机器人加机器狗的双重安防体系，500台 AI 操控的机器人安保部队，通体由特种合金打造，搭载红外探测和脉冲武器，负责甲板、船舱、主干道等开阔区域的大范围巡逻，配套200只仿生机器狗，身形灵活，搭载热成像仪和麻醉枪武器，专攻船舱角落、管道缝隙、储物舱等机器人难以覆盖的隐蔽区域，两者协同联动，全天候精准识别变异生物和敌意目标。看着一箱箱物资被吊机送入航母腹地，我心中稍安。就在这时，包工头跑过来，一脸看傻子的表情。老板，您要在甲板周围装着一圈钛合金倒刺是干嘛？防海盗也不用这么夸张吧？我笑了笑没解释。海盗那是小儿科，我要防的是那些变异的巨型海洋生物体。为迎接即将到来的丧尸狂潮，我花了上百亿对航母全方位改造。原本空旷的飞行甲板，现在布满了自动哨戒炮塔和太阳能电池板。舰岛的指挥室防弹玻璃厚达半米，全部工程竣工后，我遣散了所有的工人，给了他们10倍的工资，并好心提醒他们最近可能会有严重流感，多买点吃的，在家待着。后来雷达扫到江城方向有零星幸存者信号，我猜是部分听从提醒的工人暂时躲过了初期尸潮。此时，无数送货的货轮已经离开，偌大的军港只剩下我这一艘钢铁巨兽，孤零零地停泊在离岸5公里的深水区。我坐在舰长的指挥椅上，看着远处的江城，灯红酒绿，车水马龙，人们还在为了房贷车贷奔波，情侣们还在江边亲热。他们不知道，再过24小时，这种平静将成为最奢侈的梦想。为了测试防御系统，我启动了雷达、机器人安保部队和机器狗的协同巡逻程序。屏幕上密密麻麻的绿点显示着周围的一切生物活动，机器人的大范围巡逻路线与机器狗的隐蔽巡查路线交错覆盖，无任何死角，实时回传甲板、船舱各区域画面。警报系统自检完成，近防炮弹药装填完毕，核反应堆输出功率稳定，机器人安保部队、机器狗巡逻正常。冰冷的机械音让我感到无比安心。这一世，我不仅要活下去，还要活得有滋味。我从恒温酒柜里拿出一瓶82年的拉菲，醒好酒，给自己煎了2块和牛，一人一狗在夕阳下享受着最后的晚餐。突然，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全程推送的新闻：江城市中心医院出现多名不明原因狂躁患者，攻击医护人员，疑似烈性传染病，请市民减少外出，避免前往人员密集场所。末世来了，比上一世提前了半天。这些狂躁患者正是接触了和废水污染的水源或食物后发病，送医后率先完成变异的感染者。这场席卷全球的丧尸危机竟然提前爆发了。丧尸危机提前到来，而我在航母的甲板上吹着海风，远方江城骤然拉响了防空警报，凄厉的声响穿透海面。我站在航母的瞭望台上，用手中的高倍望远镜看过去，岸上已是人间炼狱，中心医院周边最先沦陷。通过望远镜，我清晰地看见一群从医院冲出来的变异患者，浑身是血，见人就咬。起初是尖叫声、警笛声，然后是剧烈的爆炸声。一架失控的客机摇摇晃晃地撞向了市中心的摩天大楼，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黑烟遮蔽了天空。数以万计的人群涌向海边，试图抢夺船只逃生，但拥挤导致了踩踏。更可
怕的是，混在人群中的感染者瞬间尸变，原本满载幸存者的游轮变成了海上棺材，还没开出港口，失去了控制，撞毁在头堤上。我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幕，不是我冷血，而是我无能为力。这种病毒是空气传播加体液传播，感染速度极快。现在的江城90%的人已经携带了潜伏病毒。大黄似乎也感受到了不安，对着岸边的方向低声呜咽。我摸了摸他的头，别怕，这艘船是绝对安全的。就在这时，雷达突然发出刺耳的警报声，警告，有高速目标正在接近，警告。我用望远镜看过去，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一位浑身是血的女人驾驶着白色快艇，正以极高的速度朝着我的航母疾驰而来。船身后方跟着10几条体型怪异的巨型变异鱼，鱼嘴大张，露出锋利的獠牙，正疯狂追击。我立刻冲向指挥室，启动全舰1级防御，近防炮瞄准变异鱼群，准备接应快艇。启动全舰1级防御，我对着通讯器嘶吼，同时冲向甲板。甲板上的近防炮塔瞬间转动，火舌喷吐，弹幕精准的在前方的鱼群中炸开，墨绿色的血液和碎肉飞溅。快艇一个惊险的急转弯，擦着航母边缘，停靠在登舰梯旁。鱼子几乎是滚落下来，踉跄着爬上前来，嘴角溢着鲜血。快关梯！他声音嘶哑地喊道。我立刻下令关闭并升起登舰梯，同时启动高压电网。滋啦作响的蓝色电弧亮起，几条追得最近的变异鱼撞上电网，瞬间被电成焦炭，空气中弥漫开皮肉、烧焦的臭味。我将他扶进医疗舱，大黄也凑了过来，担忧地嗅了嗅他。女子缓过一口气，艰难地开口：我叫陈曦，是一名海洋生物学家，也是跨国组织的叛逃研究员。箱子里是病毒样本和污水成分分析报告。他断断续续地揭示了一个惊天秘密，这根本不是单纯的传染病，是他所在的组织故意在核污水里掺入了生物病毒制剂，污染了全球水源和海洋生物。看到这个阴谋后，他偷了资料逃了出来。看着他带来的报告数据，触目惊心，全世界的海洋已大面积污染，海洋生物的变异速度超乎想象。话音刚落，雷达再次发出更加急促的警报，警告，大量水下高速目标接近，体态特征分析，疑似变异的是铁鱼群。我看着屏幕上密密麻麻涌来的红点，心中凛然，真正的海上生存挑战此刻才拉开血腥的序幕。所有水下车载声波武器启动，最大功率频率设定为150赫兹，目标锁定是铁鱼群。我盯着战术屏幕上那团密集逼近的红点，果断下令，航母底部的大型声波发射器开始低频震动，海面随之泛起不规则的涟漪。冲在最前方的变异鱼群瞬间陷入混乱，如同无头苍蝇般相互撞击撕咬。然而，这些被核辐射彻底扭曲了神经感知的怪物几乎没有痛觉。仅仅几秒钟后，后续涌上的鱼群便凭借着庞大的数量，硬生生冲破了声波干扰区。操控面板上代表船体结构完整性的多个指标瞬间变黄，刺耳的机械警报音响起。报告，船底2号舱外部复合防护层出现多处划痕，深度约3厘米，未穿透核心装甲层。我注意到这些是铁鱼的鳞片，含绝缘物质，之前能电死普通变异鱼的高压电网对他们几乎无效。近防炮换装穿甲弹链，1号、3号鱼雷发射管准备，瞄准鱼群最密集区域发射。我紧握着冰冷的指挥台扶手，声音因紧张而有些沙哑。甲板两侧的近防炮迅速更换弹种，带着旋转撕裂声的穿甲弹幕倾泻而下，成功击穿了几条领头居于坚硬的鳞甲。与此同时，3枚重型鱼雷拖着白色的尾迹潜入深海，在鱼群中央轰然引爆，掀起3道夹杂着残肢断鳍的巨大水柱。爆炸暂时清空了一片区域，但更多嗜血的是铁鱼从4面8方涌来，它们用锋利的带有腐蚀性粘液的牙齿疯狂啃咬着特种钢材打造的船底。监控摄像头甚至捕捉到合金板上被啃食出的细小但清晰的凹痕。此时近防炮弹药已消耗20%，必须尽快找到破解之法。就在这危急关头，陈曦冲进了指挥室，他快速扫了一眼传感器数据，大声喊道：他们是从深海上来的，习惯低温怕高温，船底的应急加热系统，快启动它！我立刻在控制面板上找到了那个不常用的选项，将船底加热板的温度瞬间提升至数百摄氏度。监控屏幕上立刻出现了转机，那些紧贴在船底啃咬的是铁鱼，一接触到骤然滚烫的船体，皮肤立刻发出滋滋的声响，冒出白烟，它们痛苦地扭曲身体，纷纷松口，慌乱地逃离高温区域。击退鱼群后 ，AI 检测出航母多处隐患，船底防护层磨损，部分近防炮弹药告急，海水淡化系统滤芯堵塞。上一世的经验告诉我，漠视任何小隐患都可能致命。陈曦查阅海图，100公里外有座废弃补给岛，之前是海军中转站，可能有维修零件和物资。我立刻下令核反应堆中等功率输出，开启隐形模式，航向补给岛。航行途中，陈曦开始研究病毒样本，发现这种病毒能通过核污水快速变异，且对高温和特定声波敏感。他还分析到，核污水中的辐射会加速病毒变异，不同海域的生物变异方向不同，深海生物偏向嗜铁和自愈，寒冷海域生物偏向低温适应和冰冻能力。大黄趴在指挥室，时不时对着雷达低吼，似乎在预警危险。抵达海岛附近，无人机侦察显示，岛上覆盖茂密丛林，没有丧尸，但有变异生物活动痕迹，周边海水呈淡绿色，已被核污水污染。我带工具上岸，再调5台巡逻机器人，随行负责警戒侦察。大黄留守号。
我穿上防辐射服，扛着自动步枪和工具箱，带着5台通体钛合金的机器人登上登陆艇。机器人搭载的红外探测仪已提前开启，能精准识别隐蔽的变异生物。刚登岛，一股腐臭味扑面而来，丛林深处传来窸窣声响，机器人的红外探测仪瞬间报警，注意前方有不明生物。我话音刚落，一台体型堪比猛兽的变异田鼠窜出，獠牙外露。不等我开枪，2台巡逻机器人已率先开火，脉冲子弹精准击中田鼠眼睛，田鼠抽搐倒地。有机器人护航，我也松了口气。深入丛林后，我接连遭遇几只变异蜥蜴，它们速度极快，牙齿带毒。好在我凭借退伍特种兵的战斗经验和地形优势，逐一解决。终于，一座布满藤蔓的灰色建筑出现在眼前，是海军补给站。补给站大门破损，内部杂乱不堪，货架上散落着弹药、工具和药品。我下令让2台机器人守在门口警戒，另外3台随我深入翻找。很快找到焊接机、防护板补丁、备用滤芯和几箱消炎药。就在我打包物资时，机器人的警戒声突然响起，屏幕上显示大门处出现巨大热源，一只体型将近4米高的变异黑熊堵在门口，前肢粗壮，爪子锋利如刀，眼神猩红。一只体型将近4米高的变异黑熊堵在门口，我举枪射击，子弹击中黑熊胸口，却只留下血洞，无法阻止它冲锋。机器人牵制！我大喊道。门口的2台机器人立刻开火，脉冲子弹密集打在黑熊身上，虽不能击穿皮毛，却成功吸引了它的注意力。我趁机快速后退，将工具箱扔向它，同时绕到货架后，黑熊一掌拍碎货架，罐头散落一地，机器人则持续迂回射击，为我创造攻击机会。我趁机绕到它身后，瞄准后颈开枪，子弹穿透皮肤，黑熊痛苦嘶吼，转身疯狂挥爪。我躲闪不及，肩膀被划到，防辐射服撕裂，火辣辣的疼痛传来。危急时刻，我掏出手雷，拔掉保险销，塞进黑熊嘴里，随后扑倒在地。一声巨响，黑熊头部被炸碎，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我挣扎着爬起，包扎伤口后，扛起物资，快步冲向登陆艇。登上登陆艇，刚启动引擎，就见3艘小型渔船从岛后驶出，船上是10几个手持砍刀的渔民，眼神凶狠，皮肤带着淡绿色的变异痕迹。他们显然被核污水感染，已经失去理智。我立刻让登陆艇上的机器人架设火力点，同时举起自动步枪，对着渔船前方海面射击警告。但变异渔民毫无畏惧，加速朝着登陆艇冲来。看到变异渔民向我冲来，我和机器人一起开火，击倒冲在最前面的2人，其余人却依旧疯狂逼近。就在这时，航母上的无人机及时赶到，与登陆艇上的机器人形成交叉火力，对着渔船密集扫射，变异渔民纷纷倒地。我趁机驾驶登陆艇全速返回航母，刚登甲板就下令立刻起航，远离这座岛。此次登岛消耗步枪子弹500发，手雷1枚，机器人能量剩余70%，收获维修零件1批，消炎药若干。航母驶离途中，晨曦破解了一份加密信号，是来自100公里外的幸存者求救信号。我们被困在石油钻井平台，遭到变异乌贼袭击，急需救援。我看着海图，钻井平台正好在我们前往安全海域的航线上，调整航向，前往钻井平台。我下令道。大黄似乎听懂了，对着远方狂吠。航母抵近钻井平台，只见平台倾斜摇晃，布满破洞，海面漂浮着上百米长的变异乌贼触须残骸。无人机侦察显示，平台控制室藏有20多名幸存者，下方有体型巨大的变异乌贼正疯狂撞击之助。我让晨曦留守研发抗体，带着10台战斗机器人乘阿帕奇救援。大黄执意随行，趴在舱门边警惕海面。阿帕奇编队靠近时，乌贼粗壮触手突然跃起袭向主机，我操控直升机紧急拉升侧翻规避，护航阿帕奇同步扫射乌贼眼睛，使其吃痛缩回。当阿帕奇直升机击中钻井平台下的巨型乌贼的眼睛后，我趁机悬停放绳梯解救幸存者。最后一人刚抓绳梯，乌贼2条触手同时袭来，一条缠绳梯，一条弓螺旋桨。我嘶吼令机器人开火，机舱两侧战斗机器人的重型脉冲炮精准击穿触手关节，墨绿色血液喷涌，触手无力下坠。阿帕奇编队全速返航，无人机空中掩护机段剩余触手。幸存者惊魂未定地告知，这只核污水变异的乌贼已摧毁3座钻井平台。幸存者们起初对航母的武装程度心存戒备，直到看到我们提供的食物和医疗救助，又目睹工程师抢修设备的场景，才逐渐放下顾虑，主动提出参与工作。其中一位叫老周的工程师，起初还质疑我的指挥决策，直到后来看到我精准部署击退变异生物，才彻底信服。医生们协助晨曦分析病毒样本，工程师们则利用从补给岛获取的零件和自身专业知识，全力修复并升级航母的受损部位。在众人协作下，晨曦初步研发出一种抗体，但很快发现问题。这版抗体对进化后的变异生物无效，还需要优化，而且要实现大规模量产，必须找到一种关键的海洋植物提取物作为培养基和稳定剂。他调出海图，指向200公里外的一片群岛。根据数据库记载，这片珊瑚岛海域特有的蓝环海藻富含这种活性成分，我们必须尽快采集。
我当即下令调整航向，全速驶向珊瑚岛。航行途中，雷达持续监测着周边广阔海域的异常能量信号。突然，控制台发出急促的警报，卫星图像被自动调取并放大到主屏幕上，画面令人触目惊心。在距离我们航线约100公里外，一片异常海域被暗紫色、粘稠如油脂的粘液所覆盖。海域中央盘踞着一个直径近100米的巨大不明生物体，它通体呈现不祥的暗紫色，表皮布满褶皱和脉动的血管状组织，无数粗壮的触须如同巨型树根般向四周蔓延，一些触须上甚至还缠绕着未完全消化的海洋生物残骸。最令人不安的是其顶部一个不断开合的漏斗状喷射口，正有节奏地向空中喷涌着含有高浓度病毒孢子的气溶胶。这些孢子落入海水，立刻引发一圈圈墨色的涟漪，显然在持续污染并催化着周边生物变异。更棘手的是，成千上万形态各异的变异生物，如同受到无形指挥，紧密环绕在它周围，形成了一层厚厚的生物防护圈。这是一个变异母体。晨曦的声音因震惊而有些颤抖。它很可能是病毒在海洋环境中聚合变异产生的源头，它喷出的孢子会极大加速生物变异速度。如果不尽快摧毁它，我们刚研发的抗体可能很快就会彻底失效。我凝视着屏幕上那如同噩梦般的景象，眼神一凛，深知已无退路，果断下达命令，全舰一级战斗准备。舰载机、无人机即刻升空，目标变异母体，绝不能让这个祸害继续存在。舰载机与无人机编队抵达母体海域，即刻发起分层突袭，无人机俯冲扫射，撕开外围变异生物防护圈。舰载机携穿甲炸弹猛攻母体触须与喷射口，炸出深可见骨的血洞，暗紫色粘稠血液混着粘液喷涌，落入海水滋滋作响。但母体自愈极快，伤口转瞬长出肉芽愈合。核心在喷射口下方，半透明能量囊是要害。晨曦通过实时画面疾呼：所有火力锁死能量核心，无人机拦截反扑生物。我下令，4架舰载机挂载重型穿甲弹同步俯冲，剩余无人机织成火力网缠住变异生物。穿甲弹接连命中核心，囊体破裂，迸发紫色冲击波，母体发出震耳尖笑，身躯剧烈抽搐，喷射口停转，触须脱落，最终萎缩沉入粘液。失去操控的变异生物陷入混乱，威胁解除。此次战斗消耗穿甲炸弹30枚，无人机损毁5架，近防炮弹药剩余60%。航母继续驶向珊瑚岛，我带大黄、工程师老周及8台热成像巡逻机器人登岛搜集植物提取物。出发前，我给大黄注射了低剂量实验性抗体，它的体质和战斗力明显提升。岛上植物因核辐射异常高大诡异，机器人预警显示丛林深处有密集热源，10几只巨型带毒变异猴子突袭而来。我举枪扫射，大黄扑咬驰援，合力解决猴子后，快速搜集完提取物，返回航母。返回航母甲板，晨曦拎着冷藏箱冲进实验室，即刻投入抗体量产优化。恒温设备嗡鸣，他紧盯培养液变化，指尖在操作面板上精准敲击。经过3次失败实验，终于攻克技术难关，优化出能应对多种变异生物的广谱抗体。与此同时，工程师团队在甲板上全力加固防御，焊接工安装加厚合金板，技术员调试近防炮，优化电磁护盾，确保航母周身无死角。3日后，抗体量产完成。医疗舱内，医护人员有序为幸存者注射血清。我与大黄接种后，周围人们的神情渐渐舒展。我走到舰窗前，望见甲板上焕然一新的装备，终于舒了口气。然而雷达台突然警报大作，红色信号铺满屏幕。东北150公里处发现密集金属反射源，疑似大型船队残骸集群。我立即下令放飞无人机。画面传回，灰蒙海面上数十艘货轮渔船残骸杂乱漂浮，集装箱坠落，桅杆断裂，所有船体布满深浅咬痕，最深可透甲板，表面覆盖暗绿色腐蚀粘液。海风穿过残骸，发出呜咽，四周死寂。咬痕与腐蚀痕迹表明，这是巨型变异生物袭击所致。晨曦锁眉分析，我心头一紧，当即下令调整航线，绕开残骸区，全舰最高警戒，继续向安全海域前进。航母行驶至残骸区域边缘时，突然剧烈摇晃，船底传来巨大的撞击声。警报！水下有超大型生物接近 ！AI 系统尖叫道。监控屏幕上，一个巨大的黑影在水下移动，体型堪比航母，正是变异深海巨兽。启动水下鱼雷和声波武器，我下令道。鱼雷悄无声息潜入水中，声波发射器全力运转。海面突然掀起巨浪，深海巨兽从水中跃起，巨大的身体遮天蔽日，张开血盆大口，朝着航母咬来。电磁护盾全开。主炮射箭，淡蓝色的护盾展开，巨兽的牙齿咬在护盾上，发出滋滋的声响。主炮发射，耀眼的光束击中巨兽头部，它痛苦嘶吼，沉入水中。但很快，航母再次被撞击，护盾能量快速下降至50%。它在干扰电磁信号。工程师老周大喊。雷达和通讯系统失灵，我立刻下令启动备用雷达，鱼雷随机发射，逼退巨兽。10几枚鱼雷同时发射，海面炸开巨大水柱，深海巨兽终于逃窜，雷达和通讯系统恢复正常。此次遭遇战，电磁护盾能量剩余40%，鱼雷消耗15枚。摆脱深海巨兽后，航母行驶了3天，终于抵达晨曦所说的安全海域，一片被环形礁包围的海湾，海水清澈，没有核辐射污染。我们将航母停靠在海湾内，开始休整。
休整期间，航母上的众人难得卸下防备，工程师检修设备，医护人员整理物资，连大黄都在甲板上悠闲踱步。可这份安宁没持续几天，侦察无人机突然传回紧急画面，海湾外10公里处，一艘船体斑驳的小型游轮正被3只体型庞大的变异鲨鱼疯狂追击，游轮侧面已被撞出破洞，甲板上几十名幸存者惊慌逃窜，频频挥手求救。我见状，立刻握紧对讲机下令，舰载机紧急升空，全力救援游轮。2架舰载机迅速呼啸升空，机载机枪精准锁定鲨鱼，密集弹雨在海面炸开白色水花，很快将鲨鱼击伤击退。随后全程护航，稳稳将摇摇欲坠的游轮引导至海湾内。游轮上的幸存者大多是医护人员和科研人员，他们带来了一个重要消息：我们在海上发现了一座神秘岛屿，岛上有疑似核污水排放的设施，还有大量变异生物守卫。这个消息让我心头一震，看来核污水排放的背后还有更大的阴谋。我决定带领一支精干小队前往侦查。小队成员包括我、陈曦，负责现场技术分析；工程师老周和另一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以及10台静音性能极佳的侦察机器人和5台火力强大的战斗机器人。我们乘坐经过消音处理的小型登陆艇，在夜色掩护下悄悄驶向目标海域。靠近那座神秘岛屿时，一股不祥的预感萦绕心头。岛屿被一种奇怪的浓雾笼罩，能见度极低，岸边布满了尖锐的礁石，石头上依附着一看就不同寻常的体型硕大的变异藤壶。幸好机器人搭载的防雾探测仪和多功能声呐不受影响，持续为我们扫描周边环境，规避着水下的暗礁和潜在的危险生物。成功登岛后，我们借着茂密热带丛林的掩护，小心翼翼地向着岛屿中心区域渗透。丛林深处果然隐藏着一座伪装巧妙的现代化设施，数根异常粗大的管道如同巨蟒般从设施内部延伸出来，直通深海。管道口正在持续不断地向海中排放着暗绿色散发着刺鼻气味的核污水。设施周围游荡着不少形态诡异的守卫，它们像是人类与海洋生物基因强行拼接的产物，有的长着鳞片，有的手臂类似触手，眼神空洞而凶残。这些不是自然变异的生物，它们是实验体。陈曦通过便携式分析仪检测了空气中的微粒后，压低声音震惊地说道：“有人在刻意利用核污水和病毒进行生物兵器的改造试验。”我们躲在茂密的灌木丛后，用高倍望远镜观察到，设施内部偶尔有穿着白色制服、行动有序的人员走过，他们正在操控着某些设备。敌情不明，设施防御严密，我强忍住立刻攻击的冲动，示意大家保持安静，先撤，把情报带回去，制定周密的计划再行动。返回航母后，我立刻召集了所有核心成员，包括陈曦、工程师团队和战斗小组的负责人，在指挥室内制定了详细的攻击计划。我指着全息投影上的设施结构图，根据侦察机器人的数据构建部署任务。攻击分3步，首先由舰载机和无人机群发动首轮空袭，重点打击设施的地面防御工事和能源供应点，制造混乱并吸引守卫火力。其次，我亲自带领登陆小队趁乱再次登岛，核心任务是潜入到设施底层，用高爆炸药彻底摧毁其主排放管道和核心反应装置。最后，待小队安全撤离后，由潜艇部队发射重型鱼雷，从根基上将整个设施炸毁，确保其完全瘫痪。行动在黎明时分准时展开。混合编队的舰载机和无人机如同蜂群般扑向岛屿，精确制导炸弹和燃烧火箭弹如同雨点般落下，主要集中在设施的上层建筑、防空阵地和外围哨卡。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接连响起，设施屋顶被炸开数个巨大缺口，燃起的熊熊大火照亮了尚未完全放亮的天空，浓烟滚滚。许多变异守卫在火光中惊慌失措的乱窜，而那些身着白色制服的核心人员则训练有素的迅速退守至深入地下的核心控制室。此次空袭消耗精确制导炸弹50枚，燃烧火箭弹30枚，无人机损毁3架。借着空袭制造的巨大混乱和烟尘掩护，我率领登陆小队再次快速抵滩。我们沿着侦察机器人预先标记好的安全路径，穿过燃烧的废墟和扭曲的金属残骸，直插位于设施底层的核心管道处理区。在那里，我们找到了那根直径超过3米、仍在汩汩涌出暗绿色污水的粗大主排放管。工程师们迅速在管道的几个关键承压节点安装上高能炸药，设置好引爆时间后，我们立即按预定路线向撤离点狂奔。就在我们即将冲出设施范围时，身后通往地下控制室的厚重防爆门突然划开，10几名穿着全覆盖式高级防辐射服、手持造型奇特的重型脉冲武器的人员冲了出来，对着我们的背影疯狂扫射。他们是幕后黑手的安保部队，开火还击！我一边大喊，一边举枪射击，激烈的交火瞬间在废墟间展开，脉冲光束和子弹四处横飞，打在残破的金属上溅起阵阵火花。凭借战斗机器人的精准火力压制和队员们默契的战术配合，我们成功击倒了数名敌人，迫使剩余敌人暂时退回门内。利用这个间隙，我们迅速冲到了登陆艇停泊点，登艇后立刻全速驶离。所有单位注意，登陆小队已安全撤离。鱼雷部队，听我命令，发射！在抵达安全距离后，我对着通讯器下达了最终指令。数秒后，10几枚早已待命的重型鱼雷划开海水，如同死神的吻般，精准命中了设施脆弱的水下支撑结构以及深埋地下的核心反应堆区域。
一连串比空袭猛烈数倍的爆炸自内而外发生，整座人工岛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剧烈颤抖、扭曲、结构，最终在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爆炸中彻底坍塌，裹挟着烈焰和浓烟沉入波涛之下。我站在航母甲板上，望着海面上逐渐扩大的漩涡和仍在燃烧的残骸，心中并无太多胜利的喜悦，反而更加沉重。这座设施的毁灭，或许仅仅意味着我们掀开了更大阴谋的一角。摧毁设施后，我们在航母上审讯了抓获的一名白色制服人员，他交代他们是一个跨国组织，为了削减全球人口，秘密排放核污水并投放生物病毒，试图通过变异生物控制世界。更可怕的是，他透露核污水已经扩散至全球海域，各地都出现了大规模变异，其中最危险的是变异海盗。原本的海盗被病毒感染后变得更凶残、更强大，组成了庞大的船队，在海上掠夺幸存者和物资。这些海盗长期在核污水污染海域活动，饮用了受污染的海水，且掠夺了初期感染病毒的幸存者，导致全员变异。他们还将变异生物的鳞片、骨骼加装在船身，形成了独特的变异装甲。话音刚落，雷达突然发出强烈警报，西北方向200公里处检测到大规模船队信号，疑似变异海盗船队。卫星图像显示，10几艘挂着黑色骷髅旗的海盗船正在逼近，船身布满变异生物的痕迹，炮口对准了我们的方向。启动全舰最高防御，电磁护盾全开，近防炮和主炮瞄准海盗船，航母瞬间进入战斗状态，舰载机和无人机升空，形成防御阵型。海盗船队逼近至50公里处，率先发起攻击，炮弹呼啸着飞来，击中电磁护盾，炸开巨大的火花，护盾能量降至60%。舰载机反击，目标海盗船炮口，舰载机俯冲而下，炸弹精准命中几艘海盗船的炮口，海盗船燃起大火。但海盗船数量众多，且船身经过变异改造，防御极强。一艘海盗船突破防御，朝着航母发射钩索，钢索带着倒刺缠住甲板护栏。10几名变异海盗顺着钩索攀爬，他们皮肤呈金灰色，肌肉虬结，有的手臂变异成触手，有的嘴巴撕裂至耳根，露出獠牙。高压电网启动，机器人安保部队就位，近战人员准备。蓝色电弧亮起，攀爬的海盗被电得浑身冒烟，但仍有几人冲上甲板，挥舞着生锈的砍刀。我举起自动步枪，大黄也猛扑上去。3台巡逻机器人迅速围拢，与我们协同展开激战。脉冲武器发出滋滋声响，精准击中海盗关节，将其击倒在地。甲板上的战斗异常激烈，变异海盗不怕痛，力量大，普通子弹很难致命。我瞄准他们的头部射击，大黄咬住一名海盗的喉咙，狠狠撕扯。工程师们也拿起武器协助战斗。无人机支援甲板，我大喊道。无人机俯冲而下，对着海盗扫射，冲上来的海盗纷纷倒地。同时，主炮击中了那艘发射钩索的海盗船，船身爆炸，沉入海底。其余海盗船见状，纷纷调转航向，撤离战场。战斗结束后，航母一片狼藉，甲板上布满弹孔和海盗的尸体，3门近防炮受损，电磁护盾能量剩余30%，消耗主炮炮弹20枚，步枪子弹1000发。我盘点损失，发现有3名工程师受伤，大黄的前腿也被海盗的砍刀划了一道口子。晨曦给伤员和大黄处理伤口，工程师们开始修复航母。我看着远处海盗船队撤离的方向，心中明白，这只是初次交锋，更大的战斗还在后面。那个跨国组织、变异海盗，还有不断出现的变异生物，都将是我们生存路上的巨大阻碍。在修复航母、清理战场时，一名细心的工程师从一具变异海盗头目的尸体贴身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用防水油布包裹的、略显破旧的羊皮纸。摊开一看，竟是一张手工绘制的海图，上面用暗红色的颜料勾勒出一座岛屿的轮廓，形状诡异，旁边标注着幽灵岛字样，还有一行难以辨认的古老文字：深海之河，变异之源。晨曦接过羊皮纸，用便携光谱仪仔细分析后，脸色变得凝重。这文字是一种加密编码，深海之河很可能不是自然产物，而是跨国组织秘密研发的一种核心实验装置，它能放大核污水的效应，极大加速并定向引导生物变异，其位置就在这座幽灵岛附近的海底。幸存者中一位曾在远洋货轮工作多年的老水手，看到海图角落一个用血红色颜料画出的独特骷髅标记时，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是血骷髅海盗团的标记，他们原本就是太平洋上最凶残、最狡猾的海盗集团，没想到也被病毒变异了。传说他们的首领独眼鲨在一次劫掠中接触了高度污染的核肥料，不仅没死，左眼还发生了恐怖变异，成了能发射某种能量射线的器官，极其可怕。我结合所有信息，看着这张指向明确的海图，一个清晰的计划在脑中形成。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既然线索指向这里，我们就主动出击。目标幽灵岛，一是找到并彻底摧毁那个深海之河，从源头上削弱变异力量；二是趁机摸清血骷髅海盗团的虚实，如果能解决掉他们，这片海域就能安宁不少。工程师团队立刻加快了修复速度，晨曦则开始利用现有资源批量生产强化版抗体，以备不时之需。大黄的伤口在精心照料下逐渐愈合，他依旧每天忠实地趴在雷达屏幕旁，偶尔会对远方未知的海域发出几声低吼，仿佛在预警着即将到来的风暴。
航母按照海图的指引，朝着传说中的幽灵岛方向驶去。起初几天航行还算顺利，海面平静。然而，就在我们逐渐接近目标海域时，气象雷达突然捕捉到强对流云团快速逼近，风速、气压数据异常，是特级热带风暴，立刻关闭所有非必要甲板通道，加固所有物资固定所、轮机舱、核反应堆，稳定输出功率，确保动力。我紧紧抓住指挥台，顶着剧烈的颠簸，嘶吼着下达指令。巨大的浪头一个接一个砸在甲板上，庞大的航母在自然之怒面前也像玩具般剧烈摇晃。甲板上所有未被绝对固定的物资和设备都被吹得四处翻滚碰撞，发出令人牙酸的声响。船员们拼尽全力在湿滑摇晃的甲板上艰难作业，用额外的锁链和卡扣牢牢固定住直升机、武器站和物资集装箱。大黄被这天地之威吓得够呛，紧紧蜷缩在指挥椅底下，发出低低的呜咽声。我俯身摸了摸他颤抖的身体，语气坚定地安慰道：“别怕，伙计，这艘船足够坚固，我们一定能挺过去。”这场狂暴的风暴持续了整整1天1夜。风暴过后，工程师团队连夜抢修，借助航母预留的备用零件和模块化设计，仅用8小时就恢复了核心动力、雷达和武器系统，确保作战能力不受影响。当风浪终于渐渐平息，天空重新露出久违的微光时，航母已是遍体鳞伤。更糟糕的是，我们发现舰上多个关键系统受到了严重影响，雷达屏幕上的回波杂乱不堪，通讯频道里充满了静电噪音，无法与外界取得有效联系，也无法准确定位自身和幽灵岛的确切位置。祸不单行，先前释放的侦察无人机传回的画面显示，我们的航母似乎闯入了一片广袤的海图上未曾标注的迷雾区，周围雾气浓郁的化不开，能见度骤降至不足10米。更令人不安的是，在迷雾中，声纳探测到海面上漂浮着大量船只的残骸，同样是看，很多都是近期的海盗船，它们以一种非常诡异的姿态散布着，仿佛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全体保持最高警戒，航速降至最低，开启高功率探照灯和主动声纳，像梳子一样仔细扫描周围每一寸海域。我盯着窗外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浓雾，沉声下令。航母如同一个盲眼的巨人，在未知的危险海域中小心翼翼地缓慢前行，主动声纳发出的噗噗声波成为我们感知外界的主要依靠。突然，声纳控制员大声报告：“舰长，水下有异常，大量小型移动目标正从4面8方快速接近，数量极多，信号特征分析疑似变异毒水母群。”几乎在他话音落下的同时，主监控屏幕上切换到了水下摄像头拍摄的画面，无数只半透明、体内闪烁着诡异灵光的毒水母，正如同噩梦般从幽暗的深海中浮起。它们伸展着长达数米、布满肉眼可见的尖锐毒刺的触须，朝着航母的船底包裹而来。这些水母的毒液带有强烈的生物酸性，能腐蚀金属。一名工程师开着实时传输回来的水母体液分析数据，惊恐的大喊。他的警告声还未落下，船底就传来一阵密集的滋滋声，那是第一批毒水母撞上船体，用毒液腐蚀防护层的声音。立刻启动所有水下声波驱逐器，最大功率，甲板近防炮换装近炸引信炮弹，瞄准水面以上区域，拦截那些试图爬上甲板的水母。我接连下令，声波武器再次立功，扰乱了大批水母的阵型。近防炮也在船舷两侧织成一道火网，将许多浮上水面的水母炸得粉碎。然而，这些变异水母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如同潮水般源源不断，依旧有大量水母附着在船体上，持续喷射毒液。多处水下监控摄像头因线路被腐蚀而相继失灵，船底防护层传来了令人担忧的损伤报告。此次防御消耗近炸引信炮弹800发，声波武器能量消耗40%。就在我们全力应对水母的攻击时，迷雾中突然传来高速引擎的轰鸣声，几艘造型简陋、加装了装甲板的海盗快艇如同鬼魅般冲破浓雾，船上的变异海盗们发出疯狂的嚎叫，用架在船头的重机枪和火箭筒对着航母的吃水线和水上设施疯狂扫射。轰炸！是血骷髅的埋伏，他们想趁火打劫。我立刻反应过来，大吼道：“无人机群紧急升空，优先拦截这些快艇，主炮校准目标，给我打掉他们的引擎。”无人机迅速升空，对着海盗快艇扫射，几艘快艇被击中，燃起大火。但剩余的快艇依旧疯狂逼近，海盗们发射钩索，试图缠住航母。电磁护盾加强，鱼雷发射！我嘶吼道。鱼雷击中快艇，海面炸开巨大水柱，剩余的快艇见状快速撤退，消失在迷雾中。我们趁机加速冲出迷雾区，驶出迷雾后，雷达恢复正常，幽灵岛的轮廓出现在远处海平面上。无人机侦察显示，幽灵岛周围停泊着数十艘海盗船，船身更大，防御更强。岛中央有一座巨大的黑色建筑，疑似深海之河的实验装置。更可怕的是，岛岸边站着一个体型高大的变异海盗，独眼闪烁着红光，正是海盗首领独眼鲨。他身边的守卫都是变异程度极高的生物。晨曦看着画面，有变异章鱼人、鲨鱼人，还有能飞行的变异蝙蝠人。我深吸一口气，知道一场恶战在所难免。在详细分析了侦察资料后，我决定在当天深夜亲自带一支精锐小队潜入幽灵岛进行实地侦察，务必摸清岛上防御力量的具体分布和深海之河的精确位置。小队成员包括我、大黄、工程师老周和另一名擅长电子入侵和爆破的工程师，一名战地医生，以及8台专为隐秘行动设计的静音侦察机器人和4台体型较小但火力强劲的微型战斗机器人。我们
乘坐一艘经过特殊消音处理的小型半潜式潜水艇，借着夜色的完美掩护，悄无声息地朝着幽灵岛背面的一个隐蔽海湾驶去。机器人提前开启了静音行进模式，它们的红外热成像和动态捕捉传感器全功率运行，为我们实时传回前方路径上的热源信号和地形数据，成功避开了几波在岸边和潜水区巡逻的形态怪异的变异蝙蝠人和章鱼人守卫。潜水艇如同一条黑色的鱿鱼，安全潜入预定海湾。我们一行人湿漉漉地登上海滩，立刻借助礁石和茂密的热带植被隐藏身形。岛上的生态环境已被严重扭曲，植物异常高大狰狞，空气中弥漫着核辐射特有的腥甜和腐败气味。我们按照侦察机器人规划出的最优路径，小心翼翼地向着岛屿中央那片被标注为最高风险区域的黑色建筑群渗透。沿途，我们凭借地形优势和机器人的提前预警，多次有惊无险地避开了巡逻的变异生物小队。最终，我们成功抵达了位于岛中央的巨型黑色建筑附近。这栋建筑由某种反光的特种钢材建造，在惨淡的月光下泛着冷冽的光泽，其规模远超我们之前的想象，更像是一座堡垒。无数粗大的管道和电缆从建筑内部延伸出来，插入地面或通向深海。建筑周围不仅有固定哨塔，还有不间断巡逻的变异守卫，防卫极其森严。我们躲在距离建筑约200米外的一处茂密灌木丛后，用高倍望远镜仔细观察。可以看到，建筑顶部有一个巨大的类似抛物面天线的装置，正在向夜空中发射一道不易察觉的暗绿色光束。光束照射范围内的海水明显异常翻涌，不断冒着气泡。那应该就是能量发射装置，深海之河很可能就在那下面，它正在持续向海洋中散播变异能量。晨曦通过加密通讯器低声分析道：“必须摧毁它的能量核心，核心位置很可能在建筑底部的基础结构内。”我们正准备让侦察机器人寻找潜入路径，进行更详细的扫描时，黑色建筑的厚重金属大门突然缓缓打开，一个体型异常高大、左眼散发着摄人红光的独眼变异者，在几名同样气势汹汹的亲信护卫下走了出来，正是血骷髅海盗团的首领独眼鲨。他那只变异的独眼如同探照灯般扫视着周围的黑暗，红光闪烁的频率似乎加快了些，仿佛察觉到了什么异常。全体静默，快躲进旁边的那个山洞！我心中一紧，立刻压低声音下令，带领小队悄无声息地退入附近一个幽深的山洞入口。山洞内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腐臭味和某种生物分泌物的腥气。我们迅速打开头盔上的强光战术手电，光束划破黑暗，眼前的景象让人头皮发麻。洞内四处散落着各种大型生物的骨骸，有些上面还带着新鲜的齿痕和撕裂的皮肉，岩壁上布满了深浅不一的爪痕。我们小心翼翼地沿着洞壁向深处移动，试图寻找其他出口或能藏身躲避的地方。突然，走在最前面的一台侦察机器人猛地停下，发出急促的红色警报信号，手电光束顺势向前方深处照去。就在洞穴尽头的一片较为开阔的空地上，一条体型堪比一列地铁火车、鳞片呈现暗黑金属光泽的变异巨蟒正盘踞成一座肉山。它那卡车头般大小的脑袋缓缓抬起，一双闪烁着冰冷绿光的树瞳瞬间锁定了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分叉的黑色杏子丝丝地吞吐着带着死亡的气息。别动，千万不要刺激它！我屏住呼吸，用极低的声音说道，同时缓缓将手移向腰间的武器。然而，这条显然将此地视为巢穴的巨蟒似乎认为我们侵犯了它的领地，巨大的头颅猛地向后一缩，随即如同出膛的炮弹般张开足以吞下一辆小汽车的血盆大口，露出匕首般长短的惨白毒牙，朝着我们猛扑过来。我注意到山洞岩壁上有明显的人工开凿痕迹，像是跨国组织预留的紧急撤离通道，只是后来被巨蟒占据为巢穴。开火，瞄准他的眼睛和嘴巴！我大吼一声，率先扣动扳机，子弹如同雨点般射向巨蟒的头部。小队成员和战斗机器人也同时开火，密集的火力暂时阻挡了巨蟒的扑击。它吃痛地发出震耳欲聋的嘶吼，庞大的身躯剧烈扭动，扫倒了一片钟乳石。我们趁机一边开火，一边快速向山洞的更深处撤退。在曲折的洞穴中穿行了不知多久，前方竟然出现了一丝微弱的光亮和人工开凿的痕迹。我们顺着光亮走去，发现山洞的尽头竟然连接着那条隐蔽的由混凝土加固的秘密通道，而通道的方向赫然指向那座黑色建筑的底部。天无绝人之路，这果然是条通往核心区域的捷径。工程师老周兴奋地低语。我们沿着通道前进，途中遭遇几只变异毒蜘蛛，被我们快速解决。通道原本设有激光陷阱和10名守卫，但巨蟒盘踞期间破坏了陷阱装置，且部分守卫被巨蟒吞噬，仅剩余4名鲨鱼人留守。最终，我们抵达黑色建筑底部，看到了深海之河的能量核心，周围正是这4名变异守卫。我、大黄和4台战斗机器人吸引守卫注意力，你们带侦察机器人安装炸药。我下令道。我举起自动步枪，对着守卫开枪，战斗机器人同步发起攻击，脉冲子弹密集射向守卫，大黄也猛扑上去，咬住一名守卫的腿。守卫们立刻转身朝着我们冲来，这些守卫是变异鲨鱼人，皮肤坚硬，力量巨大，普通子弹很难穿透。好在机器人的脉冲子弹能击穿其薄弱的腮部，瞄准他们的腮部。晨曦通过通讯器提醒我，立刻调整目标，子弹击中守卫的腮部，守卫痛苦嘶吼，倒地身亡。2名工程师趁机安装炸药，设置好引爆时间。就在我们准备撤退时，独眼鲨突然出现在通道口，独眼红光一闪，一道能量射线射来，击中了一名工程师的手臂，手臂瞬间被腐蚀。快走！我大喊道，带着小队快速撤退。独眼鲨在身后紧追不舍。我们冲出秘密通道，登上潜水
水艇快速驶离岸边，刚驶出海湾，身后就传来巨大的爆炸声，黑色建筑轰然倒塌，深海之河被成功摧毁。岛上传来独眼鲨愤怒的嘶吼声，数十艘海盗船纷纷启动，朝着我们的潜水艇追击。航母接应，我通过通讯器大喊，远处的航母立刻开火，舰载机和无人机升空拦截海盗船，潜水艇全速前进，最终顺利返回航母。我们刚登上航母，就下令立刻起航，远离幽灵岛。此次潜入行动消耗步枪子弹800发，1名工程师受伤，机器人损毁2台。但独眼鲨的船队紧追不舍，海盗船的速度极快，很快就逼近至30公里处，启动所有攻击武器与海盗船队决战。我嘶吼道：“航母的主炮、近防炮同时开火，无人机和舰载机发起猛攻，海面上炮火连天，爆炸声此起彼伏，战斗异常激烈。海盗船发射的炮弹不断击中航母的电磁护盾，护盾能量快速下降至10%。独眼鲨站在旗舰的甲板上，独眼红光不断闪烁，能量射线射向航母，甲板上的几门近防炮被击中，瞬间爆毁。舰载机集中攻击独眼鲨的旗舰，我下令道：10几架舰载机俯冲而下，炸弹落在旗舰上，旗舰燃起大火，但独眼鲨依旧疯狂，操控旗舰加速，朝着航母撞来，启动舰手冲角，准备撞击。我大喊道：“航母的舰手冲角伸出，与海盗旗舰狠狠相撞，巨大的冲击力让2艘船都剧烈摇晃，海盗旗舰的船身被撞出一个大洞，开始进水。独眼鲨从旗舰上跃起，朝着航母甲板扑来，他的手臂变异成巨大的触手，缠住了甲板的护栏，集中火力攻击独眼鲨。我下令道：近防炮和无人机同时对准独眼鲨，密集的弹雨射向他，但独眼鲨的皮肤坚硬如铁，子弹只能留下浅浅的痕迹。他的独眼红光一闪，一道能量射线射来，击中了甲板上的弹药箱，弹药箱爆炸，几名船员受伤。用炸药！我掏出手雷，拔掉保险销，朝着独眼鲨扔去。炸药在他身边爆炸，独眼鲨痛苦嘶吼，身体被炸出一个大洞，墨绿色的血液喷涌而出。大黄趁机猛扑上去，咬住他的喉咙，狠狠撕扯。我举起自动步枪，对着独眼鲨的独眼连续射击，子弹穿透了他的眼睛，直达大脑。独眼鲨发出最后一声嘶吼，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彻底死亡。海盗船队见首领被杀，顿时陷入混乱，纷纷调转航向，撤离战场。此次决战消耗主炮炮弹50枚，手雷5枚，无人机损毁10架，电磁护盾能量耗尽，3名船员受伤。我们没有追接，航母也受到了严重损伤，需要尽快修复。我看着独眼鲨的尸体，心中明白，血骷髅海盗团的主力被摧毁，但还有残余势力在海上游荡，核污水的阴谋也还没有完全揭开。航母停靠在一座无人岛附近，开始全面修复。工程师们利用岛上的资源和航母的备用零件，修复受损的近防炮、电磁护盾和通讯系统。晨曦继续研发更强效的抗体，应对可能出现的新变异生物。几天后，无人机侦察发现，血骷髅海盗团的残余势力聚集在100公里外的一座小岛，大约有5艘海盗船正在修整和修复船只，必须彻底消灭他们，否则后患无穷。航母全速驶向小岛，抵达后立刻发起攻击，舰载机和无人机对着海盗船轰炸，主炮击中了海盗船的引擎，海盗船失去动力，无法动弹。剩余的变异海盗纷纷弃船登岛，试图躲进丛林。登陆小队出发，肃清岛上海盗。我带领小队登上登陆艇，大黄也跟着前往。岛上的丛林中，我们与海盗展开激战。这些残余海盗虽然数量不多，但变异程度更高，有的能喷射毒液，有的速度极快。最终，我们花费了半天时间，彻底肃清了岛上的海盗。此次行动消耗步枪子弹1200发，炸弹20枚，成功根除血骷髅海盗团残余势力。肃清海盗后，航母继续在海上航行，寻找更安全的栖息地。几天后，我们进入一片寒冷海域，海面上漂浮着浮冰，雷达检测到异常，水下有大型生物能量反应，疑似变异冰晶。卫星图像显示，一只体型巨大的冰晶在水下移动，皮肤呈淡蓝色，覆盖着冰层，牙齿锋利，如冰锥。它的体温极低，能冻结海水，形成冰墙。晨曦分析道，这是寒冷海域特有的变异方向，适应低温环境，还能操控冰元素。话音刚落，冰晶突然从水中跃起，喷出大量寒气，航母周围的海水瞬间冻结，船身被冰层包裹，无法移动。启动船底加热系统，主炮射击冰层。我下令道，加热系统运转，冰层开始融化，主炮发射，炸开周围的冰墙，但冰晶依旧疯狂，不断喷出寒气，冻结海水。更可怕的是，冰晶的背上站着几只变异冰怪，它们能操控冰块，朝着航母投掷巨大的冰石。舰载机发射燃烧弹，目标冰晶背部。我下令道，舰载机俯冲而下，燃烧弹落在冰晶背上，冰层融化，变异冰怪纷纷掉落水中，冰晶吃痛，潜入水中，不再喷射寒气。启动鱼雷发射器，目标冰晶，10几枚鱼雷发射，击中了冰晶的身体，冰晶发出痛苦的嘶吼，沉入海底。此次战斗消耗燃烧弹30枚，鱼雷12枚，航母外壳轻微受损。摆脱冰晶后，航母继续前进，驶入一片温暖海域，这里的海水清澈，没有核辐射污染，海面上有不少鱼类活动，看起来是个安全的栖息地。我们将航母停靠在一座环形礁内，开始建立临时基地，扩大无土栽培区，养殖鱼类，修复航母的防御系统。大黄在海滩上奔跑嬉戏，幸存者们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但我知道末世的危险无处不在，我们不能放松警惕。晨曦检测到这片海域的海水里有微弱的病毒残留，
提醒大家不要轻易下海。航母通讯系统经过升级，已能覆盖周边500公里海域，为后续监测提供保障。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航母的通讯系统突然截获了一段加密短波信号，频率与之前摧毁的神秘岛设施一致。经过工程师的破解，信号内容是深海之核一毁，启动备用计划，在南极建立新的实验基地，加速进化进程。是那个跨国组织，他们要在南极建立新的实验基地。我脸色凝重，如果让他们成功，会有更多的变异生物出现，人类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晨曦查阅资料，南极的低温环境可能会让病毒变异得更强大，而且低温能延缓病毒降解，他们的实验效率会更高，我们必须阻止他们。我立刻下令调整航向，前往南极。航母驶离温暖海域，朝着南极方向前进。航行途中，我们遭遇了几次小规模的变异生物袭击，都被顺利击退。大黄也越来越勇敢，每次战斗都冲在前面。凭借注射过抗体的强悍体质，多次击退变异生物。得益于航母上的低温冷冻舱和海水淡化循环系统，低温环境下仍能稳定运转。10几天的航行中，食物新鲜度和淡水供应未受影响，同时核反应堆输出稳定，为航母供暖和设备运行提供了充足能量。经过10几天的航行，航母抵达南极海域，这里冰天雪地，海面漂浮着巨大的冰山。气温低至零下几十度，无人机侦察发现，在一片冰原上有一座巨大的白色建筑，周围有不少变异生物守卫，正是跨国组织的实验基地。基地被冰层覆盖，表面无明显入口，需要破解冰下红外预警系统才能潜入。工程师汇报，基地周围有变异北极熊和冰虫，都是低温适应性变异生物，防御严密。我制定计划，舰载机空袭基地外围，吸引守卫注意力。我带小队破解预警系统后，从基地后方潜入，摧毁核心设备。行动开始，舰载机对着基地外围轰炸，变异北极熊和冰虫纷纷被吸引过去。我带领小队乘坐雪地摩托，悄悄破解冰下红外预警系统后，从基地后方潜入。基地内部守卫森严，我们避开巡逻的守卫，最终抵达核心实验室。核心实验室内，几名穿着白色制服的科研人员正在操控设备。实验台上摆放着各种变异生物的样本。动手！我大喊道。小队成员立刻发起攻击，科研人员纷纷倒地。就在我们安装炸药时，实验室的大门打开，一群变异守卫冲了进来。他们是人类和南极生物的结合体，体型高大，力量巨大，且抗冻能力极强。用燃烧弹削弱他们，掩护安装炸药。我举枪射击，与守卫展开激战。燃烧弹的高温让变异守卫动作迟缓，战斗力下降。大黄猛扑上去，咬住一名守卫的腿。我趁机对着守卫的头部开枪。经过10几分钟的激战，我们终于解决了所有守卫，成功安装好炸药。撤退！我们快速撤离实验室，登上雪地摩托，朝着航母的方向驶去。身后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实验基地轰然倒塌，被冰雪掩埋。跨国组织的备用计划被成功阻止。我松了口气，但知道这个组织还有残余势力，未来还需要继续追查。此次行动消耗燃烧弹25枚，步枪子弹900发，一名小队成员轻伤。航母驶离南极海域，朝着温暖海域返程。航行途中，雷达突然检测到一个超大型生物能量反应，水下有巨型变异海怪接近，体型远超之前的深海巨兽。卫星图像显示，一只巨大的变异海怪在水下移动，身体长达数百米，头部有巨大的触角，上面布满了吸盘和毒刺，正是跨国组织遗留的最后一只变异生物。它是被实验基地的爆炸吸引过来的。晨曦大喊道：“它的自愈能力极强，普通攻击很难奏效，必须集中火力攻击头部要害。”海怪从水中跃起，巨大的触角朝着航母缠了，启动所有攻击武器，电磁护盾全开。我下令道：“主炮、近防炮、鱼雷和无人机同时发起攻击，密集的火力击中海怪，但海怪的伤口瞬间愈合。”海怪的触角缠住了航母，试图将航母拖入海底。航母剧烈摇晃，甲板上的物资被甩得四处翻滚。启动核反应堆，全功率输出，挣脱束缚！我嘶吼道。航母的引擎全力运转，终于挣脱了海怪的触角，集中所有火力攻击海怪的头部。我下令道：舰载机发射威力最大的导弹，鱼雷击中海怪的头部，近防炮立即扫射。海怪的头部被炸出一个巨大的大洞，墨绿色的血液喷涌而出，它发出震耳欲聋的嘶吼，沉入海底。不再动弹。此次终极对决，消耗导弹40枚，鱼雷20枚，近防炮弹药消耗殆尽，航母多处受损。解决海怪后，我们收到了一个重要消息：跨国组织的残余势力被全球各地的幸存者联合消灭，核污水的排放也被彻底阻止，人类终于迎来了喘息的机会。航母继续返程，途中遇到了几支幸存者船队，我们将抗体分发给他们，邀请他们一起前往温暖海域的临时基地。幸存者的队伍越来越壮大，航母上的生活也越来越有生机。回到温暖海域的临时基地后，我们开始大规模重建家园。幸存者们分工合作，农民负责种植农作物和养殖牲畜，工程师负责建造房屋和修复设备，医生负责治疗伤病和普及防疫知识，科研人员继续研发更强效的抗体和净化核污水的技术。工程师团队利用基地工厂，结合废弃军舰残骸中的钢材和火药原料，搭建了弹药生产线，实现步枪子弹、炮弹的自主补给，同时修复了航母的弹药储备仓，为长期巡逻提供保障。此外，工程师团队还在废弃海军基地中找到封存的核燃料棒，借助
军工公司的核心技术，完成了航母核反应堆的燃料更换，确保航母未来15年的续航能力。我将董王号航母作为移动防御堡垒，巡逻在基地周围，防止变异生物的袭击。机器人安保部队和大黄共同成为了基地的守护者，机器人负责外围警戒和夜间巡逻，大黄则专注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形成了人机协同的安防体系。几个月后，基地逐渐繁荣起来，有了学校、医院、工厂和农场，孩子们在阳光下嬉戏，大人们在田间劳作，脸上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晨曦团队结合珊瑚岛蓝环海藻的活性成分、南极基地的低温变异数据以及病毒样本的基因序列，优化出兼具分解核辐射物质加抑制病毒活性的双效净化药剂，解决了海水净化的核心难题。我们开始组织船队前往污染严重的海域，投放药剂，净化海洋环境。1年后，经过全球幸存者的共同努力，核污水的污染范围逐渐缩小，变异生物的数量也在减少。我们的基地成为了人类重建文明的核心，越来越多的幸存者慕名而来。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可能还会遇到新的挑战，但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凭借着勇气和智慧，就一定能战胜一切困难，让人类的文明继续延续下去。